大家好，Buenos dias。今天是2020年4月30号。今天我们来聊聊最近在巴哈马发生的事情。首先呢，报告一下这个中共病毒在巴哈马的状况。截至4月29号有6378的确诊病例，死亡人数是178，然后重症病房有92个人，然后在昨天这个单日的这个增加是178。在最多感染的人群，就是年纪是20到39岁，然后大家接下来就是次之的就是40到59。一个400万的人口的国家来说呢，这疫情绝对严重的确是严重，这个人均的比例相当高。巴哈马是一个热带国家昨天的最高温还有32度C， 所以呢，疫情要期待夏天疫情会结束这种想法是不对的。那以下我要说明几个问题，为什么巴拿马疫情会如此严重？首先呢，巴哈马政府在一开始对疫情的防护工作没有提前的准备对这个境外输入的人的隔离根本就没有做好，在边境的管制上做得很差。1月20号这个武汉封城之后呢，巴哈马这里呢很快的终止了由北京经休斯顿到巴拿马的航班，对，这是正确的。然后我认为可能这也是经济上的考量，因为这班航班原本人就不多，大部分人都是到休斯顿，所以说休斯顿下来这一段很空。按比较这个萨尔瓦多，巴哈马在防疫呢，3月9号在发现3月9号发现第一例之前呢，是说也非常的被动的。我们全家在2月9号到2月19号去巴黎，经坐卢夫坦萨经 Frankfurt 到巴黎。当时候呢，我们是因为台湾人嘛，跟我们本身就全程都戴了口罩，那带了酒精消毒洗手的这样就都把座位跟这个桌子全部都擦一遍。OK， 但是当时候在飞机上很少人戴口罩，非常少，也许连20%都不到，或者是10%都不到。然后在Frankfurt 机场跟这个巴黎的机场也没有要我们填写健康的申报表或是量体温这种事情。然后在巴黎机场到的时候呢，就正好遇到一班中航的航班在我们隔壁的 gate， 看来我也没看到什么检查。那领行李的时候，他刚好在我们旁边的conveyor， 那我这边跑来跑去，我叫他小心。但是那个我有看到大部分的旅客都是戴着口罩，比较这个 Frankfurt 这边是从就是说比较卢夫坦萨的飞机这边戴口罩的人很少。那我们在回程呢，也没看到什么防疫措施到了巴拿马，除了填写申报书、量体温、询问你有没有中国的旅游史，也没有问太多那另外呢，有一件事我认为是很大的因素2月22号到26号这边是传统的甘老外嘉年华其实这个活动是应该要取消才对我们比较台湾来看，台湾的妈祖绕境不就取消了吗？这种人群聚的这个活动甘老外有去过，大家都知道泼水节，大家跳舞、狂欢、喝酒，这怎么会不出事呢？那另外呢，对已经确诊的人的隔离做得彻不彻底呢？这点我觉得不太可能因为这国民的素质有待加强。就台湾都还是会有人会就偷跑出去外面买吃的东西，或是在家里开 party都看得到。那我相信
巴拿马的人这方面啊缺乏公德心啊，比较台湾来说，这个素质应该还是台湾要比较好。这从这个数字上可以看得出来，台湾治管的比较好。OK， 那在巴拿马最近，你知道巴拿马自从断交之后，这边也有办事处。上周侨委会呢，经台商会来offer大家团购布的口罩，那侨委会会付那个空运费寄来。我想应该已经寄出了，下班就可以收到。那么还是要感谢啊。另外要特别感谢招丰商银巴拿马分行的陈副理，帮我们在这个台湾付台币给工厂。因为我自己有招丰商银的网银，但是他拥有的行动一码，这个蛮复杂的，就被 block 住，没法转账，蛮伤脑筋的。那前天呢，我礼拜二的时候去自由区办沙沃拱度都是。那到了自由区啊，才知道原来必须要附上身份证、影印本，还有就是一个切结书。那切结书也是很官僚啊，老实说，觉得最近巴拿马的这个政府啊，办行政效率很差，缺乏服务精神啊。在自由区的 website 他也不写清楚，他写给我的 email 也没有说明，所以我今天还得再去自由区查询这件事情。所以呢，总之就是说，在巴拿马办事啊，要得适应这个环境，不要气死人。每次去政府机关办事啊，经常是大排长龙。比如说国税局啊，我的经验，除了大排长龙之外呢，经办人员对他自己经办的业务不是很熟悉，或是说只是其他人的相关的业务他很不熟悉，而且缺乏同情心跟服务的精神，更多的是官僚主义，他就是两口一摊，你要去问别人，这不是他管。那巴拿马期间呢，最近也发生一件事情了，巴拿马政府的官员啊，在防疫期间啊，他也不忘了要发财。总统府的副部长啊，最近辞职了，那原因就是这个采购呼吸器的弊案，所以要采购100台，每一台要48000多块。原本好像说是6000多块，这是新闻报道，我不知道这个是真还假。总之就是福报的很厉害。那新闻报道最近有很多地方人都上街封路了抗议，要求政府发放食物袋跟救济金。那我一个员工住在San Miguelito，他说他附近的很多邻居啊都失业，很多人啊留职停薪，有没有人听说拿到救济金啊？生活十分困苦，因为大部分人都是临时合同，正职工作的很少啊。所以在这样封城封市下去，经济要多久才能恢复正常呢？昨天呢，那个总统啊，在我写完前面这些，他刚发表声明了，从今天4月30号起，启动这个系统，第一批救济金，它新闻叫做 Vale Digital， 给84000人，是凭你的身份证。他说为了这个就是说透明啊，就你拿你的身份证后面有条码，到主要的超市，比如说 River Smith、Ray、99等，你都可以换取食物这是好像有点这个 Vale 这个东西，他们是有点像是这个debit card 这样的一个概念。OK， 那总统另外有提到呢，5月15号呢，在口弄3之1选区会发放给6万个家庭。那我不太理解啊，这个是到底怎么回事？但是就是说，口弄的确是一个治安一直是全国治安最差的地方，也就是我们工作的这个科隆自由区在的地方。另外，昨天有一个小道消息啊，在我一个律师，我的律师传来一张照片，那是一位桑迪亚哥的律师在脸书上的 po 文，台湾政府透过他私人捐赠了1万个口罩给巴拿马。
根据该律师的表示，台湾原本要捐给巴哈马10万个口罩，那当然这中间可能有中国的压力，所以他们没有接受。以上的消息啊，我有查证过其他的外管，我相信这不是假新闻。我也希望台湾啊，赶快回巴哈马设办事处才好啊。其实巴哈马这边啊，有台人士还是不少，所以我们要加油，好吧？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下回我们再继续。只要各位有什么需要的话，请在下面留言好吗？不要忘了留言加油我啊，谢谢，加油。